Observation 1. 美国历史上的斯穆特获利关税法是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案例。为了保护本国产业，1930年美国大幅提高了对进口商品的关税。这一政策在短期内或许保护了部分国内工作岗位，但长远看却加剧了全球大萧条的程度，因为其他国家做出了报复性措施，导致国际贸易大幅缩减，影响了包括农业在内的多个行业。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受到重创，失业率上升，经济复苏之路变得更加艰难。Observation 2. 二战后，英国实施了旨在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政策，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的雏形。政府推出了全民健康保险系统 NHS、养老金计划以及广泛的社会保障措施。这些政策大大提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减少了社会不平等，但也带来了高额的税收和国家开支，引发了关于政府角色和市场自由的激烈辩论。Observation 3. 19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政治经济学理论倡导市场机制能提高效率，俄罗斯试图通过私有化转型为市场经济。然而，由于缺乏透明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寡头，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普通民众对转型的收益并不明显，许多人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社会保障。Observation 4.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一项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实践。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引入外资以及改革国有企业，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些政策使得亿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普通民众享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不过，改革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Observation 5. 2009年，希腊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这是政治经济学决策失误的典型。长期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积累导致信用评级下降，债务利率飙升。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后，希腊被迫实施紧缩政策，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计划。尽管此举在短期内减轻了财政压力，但也加剧了经济衰退和社会不满。普通民众的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Observation 6. 经济学家将巴西视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代表之一，但政治经济学的挑战一直影响着其发展。20世纪末，巴西推行了一系列市场改革，旨在稳定货币并吸引外资。然而，政府的腐败问题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未惠及所有阶层，特别是贫困人口。这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反对声浪，使得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政治经济政策。Observation 7. 日本自1990年代起遭遇了长期的通货紧缩，这是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政府和央行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刺激经济，包括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企业投资不足，以及民众消费心理的谨慎，这些措施并未能完全扭转经济颓势。长期的经济停滞对社会结构和年轻一代的就业前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Observation 8. 南非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尤其以其深刻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而著称。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南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缩小贫富差距，如实施黑人经济赋权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了混杂效果。一方面帮助了一部分黑人进入了中产阶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新的富人阶层的产生。普通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并未能充分受益，社会紧张局势加剧。Observation 9. 法国政府为了增加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力，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劳动法改革，这是政治经济学决策中的一个热点议题。因为改革旨在减少法国高企的失业率和激励企业雇佣，
然而，这些改革措施遭到了工会和公众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改革会削弱工人权益和社会保障。街头的抗议和罢工活动频繁发生，展现了政治经济改革中的社会抗衡力量。View经济学往往被比喻为一门关于资源如何分配的科学，但当政治与经济交织在一起时，我们便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政治力量如何影响经济结构、政策制定以及最终的社会福利。考虑到一个国家的政策，比如财政刺激计划或是贸易协定，都是在政治影响下制定的。这些政策不仅仅是纸上谈兵，它们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投资决策、家庭的消费模式，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福祉。在某些情况下，政策的制定可能是一种对抗经济危机的手段，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多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拿中国作为例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精彩的案例研究。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府通过一系列市场友好型政策，吸引外资，推动私营企业发展，从而将中国转变为世界工厂。然而，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并非总是积极的。在某些国家，政治动荡或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例如，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决策和政策失误驱动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仅会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还会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展示政治如何影响经济决策。从美国的新政运动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高福利模式，从希腊的债务危机到中国的经济崛起，我们将逐一分析这些案例，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复杂关系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政治经济学的故事化呈现方式使得这个看似枯燥的概念变得生动有趣。比如，我们可以谈论罗斯福如何通过新政，以政治手段解决经济危机，或是讨论北欧国家如何在政治共识的基础上构建起全民福利。这些故事不仅仅让我们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更让我们看到它是如何影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政治经济学不是一潭死水，它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政策变动不仅影响本国经济，还可能引发国际市场的波动。例如，当美国宣布贸易关税政策时，它不仅影响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还可能引起全球供应链的重新调整。最终，政治经济学教会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政治与经济是相互依存的。政治决策者如何平衡利益集团的压力、选民的期望和经济的长期健康，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政治经济学不仅仅关注数字和图表，更关注背后的人和故事。在讨论这些话题时，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国家政策背后的逻辑，以及这些决策如何在实际生活中产生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故事让我们明白，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普通公民，我们都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部分。我们的行为和决策都在以看不见的方式相互影响。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希望你能对政治经济学有一个新的认识，并且在看待世界经济政策时，能够具有更全面的视角。你准备好探索政治如何调味你的钱袋了吗？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发现其对我们生活的真正意义。在探索政治经济学的奥秘时，一个国家实施政策前的经济状况是理解政策制定及其影响的关键。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例，改革前的中国经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严格控制着国家的资源分配和生产活动，企业缺乏活力，市场机制不发达，经济增长缓慢，民众生活水平普遍不高。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这场改革的核心在于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直接干预。政策的细节包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业生产力、
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引入外国的资金和管理经验，放宽对私营企业的限制，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这些政策的实施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农民可以根据家庭人口分的土地，余下的粮食除了上交国家定额外，剩余部分可以自由处置，这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增长，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农村出现了包产到户、吃饱饭的现象。在城市，经济特区的建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迅速成长为现代化大都市，成为改革开放的标志。这些特区为外商提供了诸多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进驻，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入也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对于私营企业的政策放宽，则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一大批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在竞争中不断成长壮大，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些政策的实施细节不仅仅是改革的具体步骤，更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实践的缩影。它们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塑。中国的例子生动地证明了政治决策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Analyze.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社会科学，它关注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分配和资源利用，反映出不同群体、阶级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冲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利弊，其优点在于它能够深入分析经济活动背后的权力结构，从而帮助制定出更加公平、有效的政策，推动社会公正和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不同经济体制和政策的比较分析，政治经济学有助于揭示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驱动力量，为社会经济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促进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然而，政治经济学的缺点在于，其理论和政策建议可能会因为过度强调政治因素而忽视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作用，有时甚至会被用作为某些集团的利益辩护，导致政策偏离经济效率和公正性。此外，由于涉及广泛的权利和利益博弈，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实施可能会遇到强大的阻力，从而影响其效果。对普通人的生活而言，政治经济学所倡导的政策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分配、就业机会和消费水平。例如，税收政策、社会福利和劳动法规的变化都将影响家庭的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和政策有助于提高普通人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他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政策制定的能力，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